这一张张血腥骇人的照片是美军最想掩盖的真相。从刚出生的孩童到孱弱的妇女到年迈的老人，这些平民无一不被当作玩物。在美军发现完兽域要离开时，还将整个村子的生灵屠戮殆尽。而这群始作俑者在回到自己的国家后，却被当作了战斗英雄。尽管有记者揭露了恶行，在照片和幸存者的证词下，指挥官还企图否认和掩盖这一事实。而之后迫于压力承认了罪行，但他们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相将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那我们今天就通过这些照片以及幸存者的记录，来回顾越南美莱村大屠杀的全部过程。1967年12月份，由于南越有美军先进武器的支持，北越的军队开始节节败退，士气大落，越来越多的城镇被占领，攻破最后的防线也只是时间的问题。而要扭转这一不利的局面，就需要对美军进行一次猛烈的打击。于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长伍元甲将军开始在脑海中酝酿一个计划。当时正是美国总统大选时期，如果在这个时候给他们找点乐子，美国国内的反战呼声将会越来越大。谁抓住了这个契机，谁很可能就会当选为总统，同时越南的局势也会得以缓和。伍元甲以此为计划的核心，决定在春节，也正是南越和美军放松警惕的情况下，从两条战线发起突然袭击，就是之后被称为春节攻势的战役。1968年1月30日，除夕当天，北越军队在100多个城镇打响了战斗。当天有超过2500名美军丧命，美国大使馆也有5名工作人员被炸死。而之后美军的支援将北越军队逼到了丛林，但这里更加利于游击作战。进入丛林的美军被布下的陷阱和地雷消灭，北越军队还会融入平民之中，对前来搜查的美军进行暗杀。截止到1968年3月份，第11步兵旅的查理连就有28人丧命。根据美军情报机构提供的消息，他们怀疑北越军队和越共的第48营躲在广义省一个叫美莱的村子里，于是美军开始计划消灭这支武装力量。在简报会上，欧雷斯特·梅迪纳上尉告诉他的部下，美莱村的所有平民都会在早上7点前离开村子前往市场，而留下来的都可能是越共和越共的支持者。之后还补充道，任何试图逃离或躲避的人，或者看起来像敌人的人，男人逃跑开枪射杀，女人逃跑也要开枪射杀。第11旅的旅长奥兰·亨德森也提出了自己的作战要求，将村子里的房屋烧光，杀死牲畜，摧毁耕地，并在水井里面下毒。3月16日上午7点30分，欧雷斯特·梅迪纳率领查理连100名士兵以及陆军摄影师罗纳德·哈伯特，在武装直升机的运载下避开丛林，直接落在美莱村前面的稻田上。虽然没有受到任何攻击，但一辆炮艇证实了他们的怀疑，这里确实有北越军队或越共停留过。根据原定的作战计划，由威廉·卡利上尉、斯蒂芬·布鲁斯中尉以及杰弗里·拉克罗斯中尉率领自己的排，分3路对村子进行搜查。但他们看到的并不是预期中的敌人，而是一个个儿童和妇女以及老人。村中只有少量的男性。大多数村民都在生火做饭，看到美军也没有躲避和逃跑。根据查理连的机枪手哈里斯坦利在调查中回忆道，屠杀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发生的。他首先观察到第一排的一名士兵用刺刀袭击了一名男性村民，随后这名士兵又将另一个村民推入了井中，并朝里面丢了一颗手榴弹。接下来他又看到15到20个人，主要是妇女和儿童，跪在一座寺庙周围烧香，他们一边祈祷一边哭泣，直到头部中枪身亡。威廉·卡利率领的第一排围捕了70多个村民，将他们带到村子东边的灌溉沟去。等威廉·卡利下令后，排里的士兵清空了 M16 弹夹中的全部子弹，而他们并不是越共和北越的士兵。有的妇女怀抱着婴儿，有的妇女牵着自己的孩子。一等兵丹尼斯·康蒂回忆说，很多妇女扑倒在孩子身上来保护他们，而孩子们一开始还活着。等他们站起来后，威廉·卡利就向孩子们开枪。妇女和儿童的死亡都发生在对美莱村的扫荡期间。为了确保这些村庄不再为敌人提供支援，牲畜也会被杀掉。斯蒂芬·布鲁克斯率领的第2排在美莱村北边的区域同样屠杀了70多个毫无抵抗的村民。杰弗里·拉克罗斯中尉率领的第3排则深入到另一个较小的村子进行杀戮，包括儿童在内，共计死亡155人。上午的扫荡进行到了11点，梅迪纳通过无线电发出停火命令。第1排在休息吃午饭期间，多名士兵强奸了村里的妇女，一名士兵用手枪指着4岁的孩子，并强迫他的母亲跪着给战友口交。根据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至少有20名越南妇女和女孩在美莱大屠杀中被强奸，受害者年龄在10到45岁之间，其中9人未满18岁，性侵包括轮奸和各种花式虐待。
这是随军摄影师罗纳德·哈伯特拍下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脸上满是惊恐，妇女和老人在被侵犯后正在穿上衣服，而这也是他们生前最后的一张照片。直到下午15点30分，扫荡才正式结束。根据之后的统计得知，这天总共有507名无辜村民被杀害。离开时，他们的土地和房屋都被烧毁。第二天3月17日开始，查理连又奉命沿着双茶曲河向南移动，路过之处不留一丝生机。整个行动持续到了3月18日下午4点，估计有570多个村民遇害。梅蒂娜上尉则让他们的部队对这次行动保持沉默，所有细节都成为了军事机密。罗纳德·里登霍尔第一次听说美莱村屠杀事件的时候，他正在第11步兵旅服役。他在服役结束前，私下收集了证据和采访了一些与其相关的证人。1969年，他回到美国后，给尼克松和内阁成员以及30多名国会议员写了封信，讲述了他所了解到的情况。1周后，该信件被转给了陆军参谋长威斯特摩兰将军。他看后狠狠抽了自己一耳光，因为在美莱行动结束后，他还对查理连的行动做出了公开嘉奖。因为在战斗报告中所说的是，他们在长达1天的血腥战斗中消灭了128名越共，这一下子脸可就丢大了，但也因此正式立案调查。在调查中，随军摄影师展示了在屠杀期间拍摄的一系列个人照片，同时他也成为了确凿的第一证据。在行动中，罪行最严重的是一排的指挥官威廉·卡利，他要求下属对无辜的平民进行屠杀，被指控犯下6项战争罪名，但他始终声称他只是在执行梅迪纳上尉的命令。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在1971年3月29日被定罪，判处终身监禁。不过到了1971年8月份，当局将卡利的刑期从无期徒刑减为了20年。他在本林堡被软禁了3年后，也就是1974年9月份，他又被陆军部长霍华德·卡拉威假释。很难不怀疑他是不是花钱找了关系，而指挥官梅纳德则否认自己下达的命令，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有罪，所以军事法庭判他无罪释放。其他参与屠杀的士兵更是无法追究责任，几乎没有人透露当天发生了什么。范清宫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遭受屠杀的时候他只有10岁，母亲和4个兄弟姐妹的尸体都被炸得粉碎，自己的头部和躯干也被榴弹击中后昏迷，亲人的尸块将他盖住才得以幸免。2009年8月19日，卡利在佐治亚州首次对屠杀进行了公开道歉。他说，我每天都对美莱那一天发生的事情感到悔恨，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赔偿，他也会随着时间被人们遗忘。